驾崩，南王早已和敌国勾结，若他继位，大唐危也。唯有此法，方能破局。皇后，南王已率兵入皇城了。皇后，镇北侯叶昌听令，臣在。我将立你们二人之子为新皇，反贼一日不除，尔等将一步不许踏进长安，不得与新皇相认。臣父遵旨。这一半虎符，绝不能落入南王之手，请务必妥善保管。身为一国之母，亦该舍小家，为大家誓守疆土，护我自命。大胆南王，竟敢挟外男擅闯城前宫！恭喜皇嫂喜得公主，皇兄突然驾崩，这国不能一日无君。本王理应顺位继位，还请皇嫂交出另一半虎符。谁说本宫生的是公主？按我朝律例，先皇未留遗诏，只要本宫诞下的是龙子，应立刻立太子为新皇。你个妖孽，竟敢造谣皇室血脉！封锁城门，凡有带婴儿出城者，全部处死。你带公主走另一条路，拿好虎符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晚唐，待山河无恙，哀家定要找到你们，让南王血债血偿。皇上可有晚唐的下落？黑甲未查到。1个月前，有人将这枚玉佩卖到了冀州的永和当铺，长公主或许就在那。这么多年，哀家也是时候该接他们回来。你要亲自去。卖豆腐那小娘子才进去不久，可便宜县令了。等县令玩完了，不还是我们的呢？别喝了，赶紧追！这快，扔一口！跑！你个小贱人，收了县令的彩礼钱，还想跟那个小白脸私奔呢？今天我就把你腿打断！这样的女人活埋进猪笼！呸！县衙的银子都要骗，真是窝囊。要我说呀，他就是借卖豆腐的由头，四处勾引男人。要不然谁家的好女子整日里抛头露面的？怎么会这样？谁说女子不能做生意？李娘要是知道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，定恨不得把你当御史流出去。你竟敢骂我！差爷，你们还不赶紧把这个小娼妇给打死！元宝哥哥，你快想办法救救我姐姐呀！元宝，你平时不是很喜欢吃如意的豆腐吗？那小白脸儿该不会就是你吧？我寒窗苦读10余年，怎会做如此下贱之事？你们别说了，我姐姐每天早出晚归，卖豆腐维持生计，怎么可能骗银子？白天卖豆腐，晚上卖笑，还真是多才多艺呀！我没有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晚唐16年了，哀家终于能见到你了。你们滥用职权，强抢民女，是大唐律法何在？这就是法！快停车！你说我收了县令的彩礼，请问下聘的李丹何在？字据在哪儿？还敢挑衅！坏人，快打！快把他给我打走！娘站住！原来你就是这小贱皮子的娘，债子偿！今天老子连你一起打死！要打死人了，你快把彩礼退给他们吧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？官爷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他娘平时看起来像个傻子，给他银子也不知道是何物啊！闭嘴！再敢多言，老子连你一起打！怎么办？总不能让我替他挨打吧？给我打！你们这帮畜生！给我看着，县令的后果！从此大唐再无长公主，你们2人今夜护送她出城，养她长大。你跑，县令你就死定了！哎呀！什么人胆敢阻拦官府办事？光天化日之下残害百姓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狗官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冀州官差居然连字都不认识，他犯了重罪，你们就算给我1箱金子都没用。光天化日，你还敢收受贿赂？父母官，父母官，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孝敬孝敬爹妈，那不是正常的吗？放肆！你敢对官府的人动手，我腻歪了！凌宇，告诉我，犯了什么法？大唐律例第30条，为官者欺压百姓，强抢民女，搜刮民脂民膏者，视为重罪，该杀。你以为你是太后吗？还敢定我的罪？你们都给我上！得罪县令，你该死！该受死的人是你，动手！娘，你还好吗？小姑娘，没被吓到吧？娘，对不起，都是如意连累了你。保护如意。为何此人看上去有几分眼熟？也许是哀家想多了。堂堂镇北侯夫人，怎么可能沦落成一个傻子？夫人，今日多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如意愿当牛做马报答您。多谢夫人救我姐姐。起来吧。我只是做了该做之事，拿着朝廷的俸禄却欺压百姓，他们不配为官。让开，都让开！就是你们几个，胆敢公然杀害朝廷命官！来人，今日本官要将你们带回去升堂审案，以示公正，必将凶手绳之以法，还死者公道，还百姓安宁。犯人如意，你可知罪？不知。你们官府衙役当众欺压百姓，亲口承认自己收受贿赂，按我朝律法，本就该杀。你这小女子倒有几分气魄。人是我下令杀的。放肆！他们犯法，自有本官审讯。反倒是你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给我按住他！在本官面前还想动武，那就别怪本官不客气了。把他们全部就地正法。徇私枉法，是非不分，你这个官是做到头了。好大口气啊！你可知本官的靠山是谁？今日就是皇帝来了，在冀州也管不了本官办案，给我拿下！身为县令，不尽其职，却放纵手下侮辱百姓，对得起头上的乌纱帽吗？哼，此女罪大恶极，拿着本官的彩礼，却和别的男人私奔，这是对朝廷法纪的公然挑衅，本官何错之有？胡说！我们连面都没见过，何来婚约一说？本官知你老娘神志不清，彩礼直接给了你，你想赖账，这礼单上还签着你的名字呢。无凭无据，你凭何认定是他签的字啊？大胆刁民，你屡次以下犯上，活你了！来人，给本官砍了他的脑袋！令牌在此，尔等谁敢撒野？皇家令牌，他是皇室的人，符合这个年纪的也只有当朝太后。下官有眼无珠，不知您老莅临冀州，求太……本夫人奉皇命来冀州查案，没想到你一个小小县令，竟连皇上都不畏惧。看来你身后的靠山来头不小啊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太后隐藏身份来此，难道是发现了什么？夫人饶命！下官在冀州任职20载，一向爱民如子，对大唐更是忠心耿耿啊！这夫人什么来头？连县令都这么怕她？爱民如子？这，夫人，今日之事，你真是冤枉下官了。本夫人只信证据。夫人，民女和姐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对姐姐的字迹再熟悉不过了，不如让民女先辨认真假。姐姐，你何时签的字？难道是为了给傻姨治病吗？朝
长喜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了吗？可这确实是姐姐的字迹啊！这是为何？看他的反应，不像是在撒谎。字迹若是有心造假，也并非难事。下官明白，只是除了这字，下官还有一人证。传丈人上堂。元宝哥，这银子我不能要。这银票哪来的？我知道你出此下策是为了供我读书，但为君子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。我终究是要报效朝廷的。这银票，我实在是不能收。我没日没夜的做豆腐，有一半的银子都给了你，你为什么要和他一起污蔑我？如意，这些年你供我读书，补贴家用，辛苦了。等我考了状元，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做状元夫人，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。你就是那个奸夫？大人误会了，我拿如意只是当做妹妹看待，岂料她怎会为了我做出这种事情？银子我还给她了，你们的婚约还作数的。你这个穷秀才，老爷是个识趣的，念你回头是岸，本官就不罚你了。大人英明，往后我这妹妹可就交给大人您了。念你们兄妹情深，这彩礼之事，本官就不追究了。这夫人可不会一直在冀州护着你，不想祸及家人，就给本官乖乖认罪。既然真相大白，此事就此了结。今日当街伤人的衙役，本官定会重重惩罚，绝不姑息。夫人，您看这样处置妥当吗？原以为他是无辜的，看来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你在冀州为官20年，对冀州是了如指掌了。没错，您老有何指示？1个月前，有人把这块玉佩卖给永和当铺，只要你在12个时辰内查出这玉佩的主人，你今日冒犯皇室之言，可功过相抵。这冀州的当铺从来不记录卖主信息，这12个时辰恐怕太少。若是查不到，你自刎谢罪。夫人息怒，下官斗胆敢问，这玉佩是何来历呀？如果被人察觉事关皇室血脉，怕会无端生出祸乱。这玉佩与一起朝廷命案有关，本夫人此次来冀州，就是为了找到玉佩的主人。朝廷命案？如意啊，你见过这玉佩？没见过，民女只是觉得这个玉佩很好看。姐姐为何不敢说实话？大夫说过，能赤杀毁容并非天生，难道是因为此事？万一其中另有冤情，以我娘如今的样子，就算有苦也难言。得想个办法。这丫头虽然不够诚实，但对她娘倒是真心的。民女恳求重新彻查彩礼一事。夫人面前，你竟敢胡言乱语，你不想活了？姐姐，县令已经不追究了，你不要再冲动啊！求夫人答应，民女要告官，贾元宝和县令勾结，污蔑民女轻欲。如意，此事已经了结了。你一介女流之辈，公堂之上竟敢大放厥词，还不快退下！夫人，我说的是他。你可知民告官如此杀父，凡是越诉，一律滚钉板，你可受得住？只要能还民女清誉，替冀州百姓除掉这个狗官，民女能。一个弱女子，竟有如此胆量。好，若重新彻查此案，有人胆敢欺压无辜，即刻流放大漠，永不入朝为官。万一被这贱人得逞，恐怕太后会彻底对我失信。除非我能找到玉佩的主人，才能让太后先偏颇于我。夫人，下官以为玉佩才是今日重事，不妨让下官先去调查。至于如意，若她能活下来，下官也愿配合。准。希望今日能平安度过此劫。他背后的靠山定和南王有关，此趟冀州之行，或许还能找到南王结党叛国的证据。只要是问醒，即便发现玉佩是我的，我也有希望让夫人重新调查此案。若没查到玉佩是我的，那便借此机会拆穿这2人的阴谋，还我清白。姐姐，稳定板是会死人的，你还是放弃吧。长喜，
如果我没能活下来，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娘。我意已决。民女如意今日一告冀州县令朱大长，教唆他人栽赃，指使衙役鱼肉百姓，无视大唐律法；二告贾元宝勾结县令作假证，污蔑民女名声，枉为读书人。准备行刑！保护公主！慢着！保护公主！别伤我娘！先把她扶下去。如意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身为读书人，不为民说苦难，你读的这个书还有什么用？你若是做官了，恐怕比县令还无耻。想不到他居然来真的，万一插到我头上，夫人，民女想给姐姐去取一身衣裳，姐姐怕裹完这个钉耙，怕是会衣不蔽体。准。大人，太后突然莅临冀州，寻找什么玉佩的主人，说是和朝廷命案有关，若是查不到，她就要杀了小的。玉佩，原来如此。您知道那玉佩？那玉佩事关当年镇北侯灭门一案，本王查到此人下落，会派人告知于你。可太后只给了12个时辰呢。孤注你当上县令，不是给你擦屁股。你若解决不了，留你何用？小的明白。朝廷命案？如意，你见过这玉佩？没见过，民女只是觉得这个玉佩很好看。玉佩会不会和如意有关呢？王爷，看来太后是来找她亲生女儿的，另一半护符或许就在公主的身上。但愿如此吧。这些年费尽了心思，却没有半点线索。等我找到虎符，当年被贬至冀州的仇也该好好算算了。太后找朱大长追查长公主下落，这会不会是个圈套？万一她叛变，一颗棋子而已。找到公主之后，处理干净。县令大人，是你？求大人放民女走吧。如果让夫人知道是民女出的主意，如意一定让夫人把民女杀了的。你们不是姐妹吗？她舍得吗？她连贾元宝都敢靠，怎么会放过一个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呢？本官问你，如意和玉佩究竟有何关系？是，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本官，不然本官让你现在就死。玉佩是如意的。如意竟是当朝长公主，我如此算计她，万一被太后发现她的身份，我岂不是横竖都是死？你今年多大了？16。那如意呢？与民女同岁。反正没人见过真正的长公主。若公主是自己人，那我今后岂不飞黄腾达了？李长喜，不想死就乖乖配合。是，民女都听大人的。如意，你若不想嫁给县令，本夫人可做主解除婚约。我从未有过婚约。男人都难熬过滚钉板，何况是一个女子？民告官怎么可能告得赢啊？如意，你死得好惨啊！哀家的心为何会这么疼啊？姐姐，你怎么舍得我喝傻药？来人，给他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木。这还没认亲就哭上了，要是发现这就是他亲闺女，我九族的人头怕是都不保了。夫人，下官给您带来了好消息，玉佩的主人找到了。他在哪儿？娘的，我还没死，快送他去医馆。夫人，我有话要说。夫人已经陪你在这浪费一日了，你还想阻碍夫人办事吗？你先去看大夫，你伤势太重，别让你娘担心。你娘身上还有伤，快扶她去医馆。大人，你说这夫人会不会知道咱们？住嘴！刚胡说什么？我明白，我一定什么都不说。夫人，
这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李长喜，事关朝廷命案，必须从实招来。是。你们先下去，我要签字审问。你下去吧。这枚玉佩真的是你的？夫人饶命，民女自小和娘流落在冀州，但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我何时说过要杀你？快起来！那夫人是？你娘在哪儿？这玉佩为何要卖给当铺？我娘已经死了，这玉佩自小戴在民女颈上，娘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的，让民女妥善保管，不能给别人。但1个月前傻姨病重，我不想让姐姐也失去亲娘，就把它卖了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这太后还真好骗。小如意啊，本官来帮你上药啊！来，夫人马上回来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少拿他来压我，你信不信？就算我在这儿办了你，他也不会追究我。狗官，本官明白，你彻查彩礼一事是假，查那起朝廷命案才是你真正的目的。那可是当年镇北侯全家被灭门的惨案，能让夫人亲自来查，你爹肯定就是凶手。不可能！这么笃定啊？你知道你爹是谁吗？镇北侯可是当朝太后的心腹，夫人不会给你狡辩的机会，甚至会怀疑娘是在装疯卖傻，用各种酷刑折磨他。不过呀，本官向来心软，只要你肯答应放弃告官，再嫁与我做妾，这件事本官帮你摆平，怎么样？你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等你娘被折磨的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之时，不要来求本官。等等，还有何事啊？我答应。何时嫁？不急，等你伤好些，本官洞房花烛夜才能玩得尽兴啊！啊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如意，本夫人答应你重新彻查彩礼一事。夫人，方才如意还说是一时气愤，贾元宝拆穿此事才撒谎告官，正害怕该如何收场呢。如意，你说，本夫人会替你做主。是，求夫人恕罪。报假案等同欺君之罪，何况你是假报御状。看在你是初犯，且伤势严重，这一次免除死罪。还不快跪下，夫人！多谢夫人不杀之恩。快起来吧。这大唐盛世下，草民皆为蝼蚁，难道我这一生就要任人摆布吗？不，我一定要查清楚玉佩到底是和镇北侯灭门惨案有何关系。姐姐，姑娘昏倒是因为长期操劳，加上急火攻心，外伤严重，需要静养半月，早晚及时换药，否则会有感染危害。夫人放心，这如意做惯了重活，身子骨比一般女子强壮，死不了。姐姐刚才都可以下床，这点小伤没有问题的。在你们眼里是小伤？怪了，太后不是已经和李承喜相认了吗？为何还会袒护如意？承喜说的话明明都对得上，为何我反而忍不住关心如意？事关皇室血脉，马虎不得。林峰，卑职在。速去传唤永和当铺的掌柜。是。夫人，这永和当铺的掌柜每日见的不少人，不一定认识李姑娘。李姑娘，朱县令似乎对李长喜颇为关照啊。方才本夫人看，你们两个是一同回来的。是民女去给姐姐取衣服的时候遇见了大人。你取的衣裳呢？在包袱里，这就去拿。朱大长，你应该知道欺君之罪的下场。你若是查错人，下官绝不敢欺瞒太后。夫人，这是姐姐的衣裳。如意有这么多好看的衣裳，为何天天只穿一身布衣？本夫人倒觉得这衣裳更像是你
夫人，刘掌柜已带到。这枚玉佩，你可记得？这玉佩乃当日一女子所当。那你仔细看看，典当之人是他吗？是他吗？老朽年老昏花，我认不出来啊。夫人，下官肯定是再三确认，才敢把人带给您的。本夫人只跟你说过朝廷命案这4个字，你是如何确定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呢？这……夫人，其实民女不是去给姐姐拿衣裳的，我是怕查出我是这玉佩的主人，想要逃跑，在路上遇见了大人。是啊，夫人，下官撞见李姑娘时察觉不对，就用话炸了她一下，没想到她自然就承认了。身为皇室血脉，却是一副柔弱扭捏作态，她真是顽糖。民女不跑了，甘愿和夫人回去接受调查。常喜，姐姐，你醒来了。对不起，李婶婶当年收留我和娘，我都来不及报恨，绝对不能把你牵扯进来。5年自我娘去世，你已经为这个家照顾了这么多了，我也要为这个家做一点什么。而且刚才夫人说了，因为我娘去世的事，所以要重新彻查此案的。真的吗？但是你要保守秘密，不然傻姨会受到严刑拷打的。太后，卑职跟随朱大厂发现，有一处树林布下了鬼谷机关术，卑职无法破解，但看到县令回来的路上撞见了李姑娘。鬼谷机关术是倭国的秘术，想不到他们勾结的是倭国人，将此事800里加急传给皇上。是。既然您已经找到了要找的人，不妨下官送您回去。慢着，我要找的人脖子上有一处胎记，凌云去查看。夫人，这不方便吧？完蛋，物归原主。常喜，今天你就搬来客栈，3日后随我一起回长安。这一去，也许就不回来了。哎呦，那就恭喜夫人找到玉佩的主人，下官送您回去吧。常喜，姐姐，你还好吗？常喜，为何你也有这个胎记？你说这个吗？我自己画的，逼真吧。你这一去再也回不来，我这心里总是有些不踏实。要不我们跟夫人说清楚吧？姐姐，如果我们现在和夫人说清楚的话，我们2个都会受罚，也会牵连傻姨的。可是你放心吧，我很机灵的，没事的。这些银子本来是用来给你攒嫁妆的，你先拿着，我会尽快调查玉佩的事，早点接你回来。姐姐不用调查了，夫人是好人，她不会伤害我的，你照顾好自己和傻姨就行了。我先走了。就这点银子还想给我当嫁妆？如意，当年是我娘收养了你们，如今我冒充你长公主的身份，我们以后互不相欠了。常喜，如意真的不告了？对啊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银子，我们就能安家了。你放手！是我唐突了，常喜，你放心，我明日就去备马车，我们明日便能离开冀州。等我考上状元，定10里红妆娶你过门。就会说大话。常喜，你东西多吗？我们要不备一辆小一点的马车，还能省下一笔钱。等到了冀州，你想吃什么都行。凭什么让我省钱，还要让我坐小马车？你不想离开冀州？我要离开，但不是和你。哼！你常喜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吵什么呀？大人，我跟常喜之间早就已经约好了。约什么约？以后啊，好好读你的书，再敢打扰李姑娘，休怪本官对你不客气。哼！大人为何如此袒护李常喜？不对，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。皇上，冀州送来800里加急。难怪寻不到踪迹，原来是在冀州。母后的行程怕是已经暴露了。小园子，老规矩。启禀皇上，柳丞相和徐太傅求见。
传朕旨意，朕要闭关2日，不见任何人。是。这也太刺激了。今夜就要启程了，看看这都是新鲜的，还想要什么想要几块？哀家都送你，留作纪念。没想到您才是我亲娘，能和您相认啊，这些身外之物都不重要了。婉堂，这都是你身新鲜的份特殊，来看看哀家不能昭告天下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血浓于水嘛。儿臣能和您相认，今生有幸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在家休息啊？你既然离开冀州，我想多攒些银子给你带回去。你倒是有心了。我和夫人同行是不缺银子的，倒是你要注意身体，不然县令大人是会心疼的。夫人，如意，你跑什么呀？本官答应给你买首饰就是了。我何时说想要？哦，原来姐姐是和大人怄气呀，不是为了出摊。那姐姐快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常喜，心术不正之人应当远离。好。南王让我们来试探哪一个是大唐公主。他们都站在一起，这如何辨认？我们一起杀出去，看看他们先救谁。传道君，南王有令，朱大成必须死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嗨，我先带娘回去了。保护夫人，有刺客！如意小心，凌雨，快去救他！危急关头，您居然还惦记着别人。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忘了还有个傻子，如果他恢复了记忆，那如意一定会带上他去找太后说清楚的。我不可以坐以待毙。姐姐小心！我疼！常喜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害怕，别害怕。如意，对不起娘，如意以后照顾不了你了。看来老天都在帮我。皇上，为何见到如意遇险，哀家会如此紧张？这贱人还真是好运。多谢公子相救。把这几个胆敢谋害太后的刺客都抓起来，严加看管。皇上，他们都是倭国派来的死士，没留下一个活口。处理干净，莫要引起百姓的恐慌。是。他方才说的那位是太后。太后，草民参见太后。都起来吧。娘，你没事吧？那个是县令吗？他一动不动，是不是死了？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大人，刺客已经被太后的人解决了。还好本官早有准备。太后来冀州做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竟敢胡乱猜疑太后的行踪！无妨，哀家今夜就要离开冀州，无需再隐瞒身份。是。哎，这位是太后，皇上派卑职前来护送您回冀州，还有一事要和太后禀报。太后，明女想和姐姐聊两句。凌芳，保护好常喜。是。不用了，我们就在这儿说两句就好。那你自己要小心。既然惊动了皇上，那李长喜冒充一事绝不能出差错。看来如意是留不得了。如意，你现在身体好多了，不如今日本官便娶你过门如何？恭喜姐姐呀！只可惜不能看到姐姐成亲了。你若是想看，也可等他们拜完堂后再走。谢太后体恤。太后为何对常喜这么好？等动完房，本官再好好收拾你。小的叩见太后。南王听闻您莅临冀州，吩咐小人前来带话。今夜他会在天悦酒楼举办赏月宴。
哀家知道了。看来南王消息很灵通啊！哀家才一公开身份，便派人来了。嘿嘿嘿，太后，容下官先去准备一番。北辰，我们走吧。姐姐，你马上就要嫁给县令了，以后啊也不会再有人欺负你和傻姨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长喜，你说实话，太后找的玉佩主人，到底是不是因为朝廷命案？你为什么这样问呀？我总觉得太后对你的态度很奇怪，不太像是嫌烦。姐姐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难道太后要对我又打又骂才放心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姐姐，虽然啊你只是嫁给县令做妾，但是我相信以县令对你的喜爱，很快你就会成为县令夫人的。其实我不想。原来你就是勾引老爷的小贱人，给我砸！你们是谁啊？你们是谁啊？别砸了！敢勾引我男人，不知道我是谁？别以为本夫人刚生完孩子就能被你骑到头上，敢抢本夫人的位子，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命。我姐姐身上还有伤，你们别乱来啊！有伤，给我往她受伤的地方狠狠地打。是。我姐姐腰伤最严重了，你们这样会出人命的。那就打折她的腰，看她如何勾引男人。别打了，会重伤，你们这样会打死人的。你们快放开我姐姐！放开！县令府可不是那么容易进的。本夫人活一日，你休想攀附县令。如果夫人能劝县令放弃，我感激不尽。还敢阴阳本夫人？夫人，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。真是我见犹怜。好，既然你不想嫁，那本夫人就送佛送到西，刮花你这张脸。别说县令，以后连乞丐都不会再看你一眼。你这女人都不会反抗吗？如果我有你这身手，我自然不会受欺负。你说什么？求公子救我娘！你娘？原来你就是这个小奸人的奸夫！你们怕什么？他不过就是一介平民，还不给本夫人打死这对狗男女！奸夫还不少，还得本夫人亲自动手。姐姐，哎呀，大胆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居然敢为了这个贱人对本夫人动手！妖妇敢对太后出言不逊，不要命了吗？太后，先送她回去，让那位县令好好管教管教他这位夫人。是。朝夕，没受伤吧？没有姐姐伤得严重。哀家说过，要远离心术不正之人。之后你也不要再去看他出嫁了，免得又连累你受伤。太后为何如此关心长喜？这玉佩真的和朝廷命案有关系吗？姐姐，你的伤口又流血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敢问太后，这玉佩的主人到底是案件的凶手，还是何人的血脉？放肆！哀家念在你和长喜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已对你够宽容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哀家的底线。你以为哀家不敢杀你吗？太后息怒，命令使师言。玉佩在哪儿？只是想弄清楚长喜随您回长安的身份。以你的身份，还不配知道这件事。还我玉佩！娘，你们疼我了。你带公主走另一条路，拉好我夫。阿成，我为什么对他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？太后，我娘神志不清，不是故意冒犯长喜的，求太后恕罪。知道他神志不清，以后就让他待在家里，不要出来胡乱伤人。明明这就带我娘回去。阿成，明知身上有伤，还出来到处惹事儿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我倒是觉得他的性格和您很像。不过哀家也觉得，见他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可能姐姐是为了大婚做准备吧，毕竟姐姐从小就想嫁给有钱人，改善日子。你是说她做这些就是为了引起县令的注意？可能吧，县令夫人刚生完孩子，这个时候纳姐姐为妾，可见真心，也不枉姐姐受的这些苦啦。
李姑娘和如意姑娘有仇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和姐姐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。但是方才那句话，似乎在处处指责如意姑娘心机深重，不择手段上位啊！我就事论事，当然希望姐姐好好的。方才李姑娘少说几句话，如意姑娘也能少挨一些打。不知情的还以为李姑娘故意针对如意姑娘呢。哎呀，好了，常喜也不是故意的。当初喊冤的是他，放弃告官的也是他。若不是苦肉计，谁会逼他这样做？凌雨，你送李姑娘回府，我有事要和太后商谈。你让凌雷去查查李长喜和如意的户籍。是，去吧。如果如意才是太后要找的人，那个人可能就是哀家知你念叶夫人，但哀家确认过，长喜的胎记没问题。你娘她，若她是长公主，朕的生母已离开人世，是天命难违。朕只是忧心虎符会被有心人利用。虎符并不在长喜手上，但愿没有落入南王之手。皇叔若得到此物，绝不会甘愿屈居冀州。想来他举办这场宴会，也是想来试探虎符是否在公主身上。今日来行刺之人，或许是他派来试探哀家有没有找到女儿。皇叔这一步棋走得凶险，但他绝不会想到朕会亲自。看来皇上已想到了对策。娘，你就在婶婶家待着，我去就回。今夜宴会来了这么多的人，也许能打听到关于玉佩的事。娘说的那个阿昌到底是何人？娘，你烦不烦呀？别再跟着我了，行不行？我们以后少单独见面。夏元宝，你想干什么？李长喜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跟县令提什么骗彩礼的主意，如意才会遭这么大的罪。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那100两进了你的口袋，现在倒是怨得起我来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现在为何要离我而去？原来你们早就背叛我了。太后要带我走，我哪敢拒绝啊？不对，一定是你跟县令又密谋什么了。这块玉佩明明是当时如意一直带着的，是不是因为这块玉佩太后才带你走的？你别乱说，宴会要开始了，太后还等着我呢。李长喜，当初是你勾引我背叛如意，现在别想甩开我，我一定会查清真相。如果长喜早就背叛了我，那他说的话肯定不可信。若这玉佩不是什么嫌犯之物，极有可能是何人的血脉。或许阿昌是我爹爹。这不是李姑娘吗？不对，本官应该叫你公主殿下。朱县令，你我的好日子近在眼前，那些阻碍我们的人要尽快铲除。等今晚得到如意，本官就亲手解决了他。我们还算漏了一个人。你说的是如意那个傻娘？一个傻子随时都可以杀了。我说的是贾元宝，他方才威胁我，说要在太后面前揭穿我。这个穷秀才，此人交给本官处置。只是太后那里，只要你服从于我，将来我一定让你在大唐权势滔天。那下官朱大长先谢过殿下。哼，什么长公主，都是本官的垫脚石。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人，东西已经放好了。干得好！等本官离开冀州，那些东西要一个不落的装车上，千万不能让太后他们发现。是。朱大长要离开冀州，什么东西不能被太后发现？如意，你在这里干？如意，过来！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是我娘，她想过来的。是你想本官了吧？来，进去陪本官喝酒。来嘛，坐下，陪本官好好喝一杯。喝酒，喝。好，喝。没想到姐姐和县令这么恩爱呢。一丘之貉。难道他是真心想家？
是朕先前的判断有误。讨民谢太后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不知太后和南王为什么要在冀州办赏月宴啊？听说先皇驾崩后，南王便回了封地，这10几年极少回长安。或许是中秋佳节倍思亲呗。南王驾到！闲杂人等退让。皇嫂，许久不见啊！若再晚几个时辰，哀家都回长安了。本王是为皇嫂高兴啊，这毕竟寻找到了我大唐失散多年的长公主殿下。长公主？莫非皇上不是太后亲生的？的确蹊跷，不然皇上为什么不昭告天下寻找长公主呢？太后又何必亲自到冀州找人？来，这是本王今日带来的西域夜明珠，作为长辈带给晚辈的见面礼，还不快快把公主请出来，也让我们大伙儿见一见公主的凤颜呢！王爷，这是从哪儿听来的谣言呢？难道长公主不是皇嫂的亲生女儿？当然不是。看来王爷虽消息灵通，但却不准确。哀家此次来冀州，确实是寻人。她正是16年前被贼寇陷害的镇北侯叶昌的女儿。我爹果然不是嫌犯。昌喜，哀家念你爹护驾有功，今日册封你为永安公主，待你回宫之日，便是你封后之时。长喜谢母和恩赐。总觉得这个长喜有所隐瞒。看来皇嫂是早有准备，既给了公主身份，又能继续掌控大唐江山。太后这一招真是妙啊！等李长喜封后，官职岂不是任我挑？皇嫂这样封后给一介平民，未免太过草率了吧？更何况镇北侯一家早就灭门，皇嫂如何确定她就是叶侯爷的女儿？请太后三思啊！立后之事关乎国本，我们若草率决定，万一我们认错了，恐怕会引朝野非议，民心动摇。请太后三思。这玉佩是我赐给镇北侯夫人，她自小戴在长喜身上。她不是镇北侯的女儿，谁是？如意才是这玉佩的主人。太后娘娘，太后救命！这玉佩是如意的，有人怕被陷害，差点把草民害死。那你有何证据证明这玉佩是他的？草民没有证据，但这玉佩确实是如意的。太后，听闻叶侯爷的女儿身上有一处胎记，不妨让人验验。不成，如意是下官的女人，岂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衣不蔽体？是啊，姐姐马上就要和县令成婚了，当着这么多人面，姐姐还怎么见人呢？就你还怕毁了如意的名声？污蔑如意的主谋就是你！母后，这贾元宝他这么针对我，他一定是被人指使的。太后，我的名声已毁，不在乎再多一次。姐姐，你不能被他们挑拨了呀！你们两人说的话，我全都听见了。住口！这哪有一个妾室说话的地方？我还没嫁给你，算不了妾。王爷，当时同时遇刺的另一个女子就是她。看来老天都在帮本王，这场戏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太后，民女被县令蒙骗，以为玉佩的主人是陷害镇北侯的嫌犯，怕我那可怜的娘有苦难言，所以我才会放弃报官，嫁她做妾。却没成想，我这好妹妹早就勾结这狗官，污蔑我爹的血脉，还顶替我的身份。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话可是欺君之罪？谁在欺君，很快就会见分晓。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个胎记？是因为他的胎记是伪造的。若今日我孑然一身，他顶替我也就罢了。可是我怕我的娘留在这受苦受累。姐姐，你不能为了给傻姨谋头好日子就诬害我呀！我原以为你是一心为我好，所以怕我娘被连累，所以才顶替我的身份。现在看，3天前你就知道太后要查玉佩的真实目的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李长喜
我没有。空口无凭。如意，在确认你们胎记属真属假前，常喜仍是哀家亲封的永安公主。那就请太后检验真假吧。民女只想请太后好好安置我娘，至于其他，民女并不需要什么公主身份。这小女子的谈吐和气势，感觉更像是真的。回太后，这2位身上的胎记都是真的。不可能！幸好我早有准备，让人将胎记的图样刺进了皮肉。就凭你也想和我斗？下辈子！竟还有如此巧合！皇嫂，本王倒是有一计，可以迅速分出他2人真假。皇爷有何高见呀？滴血认亲。既然有人胆敢污蔑皇嫂居心叵测，混淆皇室血脉，那倒不如皇嫂与他们滴血认亲，打消流言。皇叔果然来者不善。叶昌的女儿怎会和哀家有血缘关系呢？本王也是为了皇嫂的声誉着想，毕竟刚才皇嫂见到那位姑娘的胎记时太过激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叶侯的女儿怎么成了长公主？如果这永安公主是太后的女儿，那皇上和公主岂不是亲兄妹？是亲兄妹，太后怎会有封后？只怕是有人当年用狸猫换了太子。说不错，此女是当年太后和镇北侯苟合的野种呢。混账！竟敢污蔑哀家和大唐周家！太后，臣等知错了，臣等知错了。你如此动怒，难道是不敢？有何不敢？云雷，按计划行事，保护好百姓。属下遵旨。看来今日是免不了刀剑相向了。本王看你一会儿如何收场。快看，这血快消融了！一定保护好长公主。快看，这血快消融了！保护如意，保护如意，保护如意。没想到关键时刻，这个傻子还派上用场了，竟敢坏我大事！一群废物，谁让他们上了？他们还以为是您在发号施令。保护太后！既然已经爆了，不如将计就计。只要他们死了，这滴血认亲的结果还不是我说了算？去把朱大长解决了，此人留不得。敢背叛王爷，这就是下场。儿子，长安的禁卫军来了，难道皇上来冀州了？不可能，这2日里有丞相去找皇上议政，这些人许是太后叫来的。倭国这些贩毒，本王花钱养了他们这么久，居然连个人都杀不掉！动手！要吞毒，掰开他的嘴！启禀太后，这些人和白天刺杀的是一伙人。南王，这些侍卫都是你带进来，为何他们身上会有倭国的标记？你身为大唐皇室之人，竟敢勾结敌国！定是有人想污蔑本王，还敢狡辩？你是等他们开口指认你时，你才肯承认吗？启禀太后，这些人都是县令朱大长以前送来的武夫。朱大长在哪儿？可能不小心被错杀了吧？你们是想死无对证吧？属下不敢。太后，朱县令还没死。是没死，还是回光返照？太后，下官还活着，还好下官穿上金丝软甲，只受了一点皮外伤。金丝软甲价值1000金，朱县令还真是有钱呢。此人为何看着如此眼熟？朱大长，南王指认你说这些倭国的死士都是你送入他府上，你和南王还有何勾结？还不从实招来？太后，下官冤枉啊！狗官，当初要不是你为了讨好王爷，将这些武夫送进南王府，今日太后和王爷又怎会遇到行刺？你胡说！这些人明明是偷渡来到大唐，是南王叫本官去接应的。
本官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倭国人。看来他早有准备了。呸！还想让本官认下与敌国勾结的罪名？做梦！如果老子的升官梦没了，这辈子都别想和太后相认。还有如意和贾元宝，他们一直关系密切，本官怀疑他们今日来这闹事，也是受南王指使的。怪不得他们一口咬定是我冒充的。公主请慎言。太后说过，凡事要讲证据。没错，本王身为大唐皇室的一员，怎么可能带倭寇来我大唐，扰我大唐的安宁？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到的卖身契，上面还印有朱县令的印章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搜到了他与当地官员勾结的往来信件。我本想等皇嫂回到长安之后，亲自来清理门户。那是本官送给吴儿的，难道吴儿被他们抓走了？朱县令，听闻夫人刚生产完，孩子还没满月，你是迫不及待的要纳妾。你品行如何，太后自有评定，看你还如何污蔑王爷。太后，下官是一时糊涂，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倭国死士，不是有意污蔑王爷的。朱大厂，这罪名你若是担下，可是诛九族的下场。下官句句属实。既然如此，这名单上所有的官人，即刻剥去官职，明日一早斩立决。九族亲眷皆被流放大漠。本王苦心经营16年，居然又栽在这个女人手上。王爷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是可惜，都怪那个傻子将军。傻子？他这张脸……王爷，该走了。折腾了一宿，本王已身乏了。皇嫂，明日便不相送了。王爷岁数大了，就好好在冀州颐养天年吧。那我还真是要多谢皇嫂体谅了。走，王爷慢走。母后，要不我们也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太后，县令已经伏法，可见他的话根本不可信。其实他早就联合长喜、公主一起顶替如意的身份。贾元宝，你到现在还在挑拨离间。这么多年我对你如何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最好的？正因为当年你娘收留了我和我娘，所以我才一直把你当亲妹妹。谁想到养出了个白眼狼。如意有这么多好看的衣裳，为何天天只穿一身布衣？本夫人倒觉得这衣裳更像是你的。你对我是恩重如山，但我也把你当亲姐妹啊！你现在不能为了一个男人就陷害我呀！你要真把我当亲姐姐，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块儿？当时公主沐浴，故意引草民撞见，让草民负责，否则就要去告草民。如今公主坐拥皇权富贵，自是不敢承认了。母后，他们如此污蔑我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这是李家的户籍，你们二人究竟谁在撒谎？一看便知。李姑娘，急什么呀？你先前针对我，这户籍肯定是假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承认吗？该承认错误的是姐姐才对。拿过来吧。还真敢犯下欺君之罪，如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什么？姐姐还不赶快承认错误？这户籍是假的，还在狡辩？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是17岁，长喜才是16岁。你宁愿相信这个死物，也不肯相信我身上的胎记吗？你到底是想找出镇北侯的女儿，还是想要选出一个心仪的人，坐上这个皇后之位？住口！你一个没有爹娘教养的小女子，也敢智慧哀家对婉堂的感情？来人，把她押入大牢，明日一早斩立决。是。太后，此人虽然有罪，却照顾公主多年，不如饶他一命，以免日后有人说皇家无情无义。又是这个侍卫，该死的，他怎么老是帮如意？是啊，母后，这些年要不是姐姐，长喜估计早就随娘去了。求母后开恩，放过姐姐吧。如意，
今日哀家饶你不死，倒是还了这些年照顾长喜的恩情。你走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草民真的不知道如意是在撒谎啊！你敢接连污蔑长喜的名声，林凤！户籍一定是被人篡改了，可是我无凭无据，县令又快死了，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干得好！等本官离开冀州，那些东西要一个不落的装车上，千万不能让太后他们发现。有办法了。你只有半炷香的时间，进去吧。我可什么都没说。是你？还不快来好好伺候本官！户籍是你动的手脚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连靠山都跟你结仇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手段来威胁我？你不也一样？明明你才是公主，至亲近在眼前，竟认不出彼此。什么至亲？可怜。我没有你可怜，你拼死保护的人早就被杀，而你还在傻傻的替人顶罪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在你被关进大牢后，你的府上突然走水，一场大火烧焦了2具尸体，一大一小。我在废墟里找到了这个，县令觉得死的会是谁？这群畜生啊！真是令人唏嘘啊！那个小的尸体还没满月呢，手脚弯曲，明显是剧烈挣扎过。住口！仵作还说，那个小婴儿生前早就被人掐死了，要是再晚一步，烧得连渣子都不剩了。真不知道县令得罪了谁，下手这么狠。够了！你故意激怒本官，是想让本官帮你作证吗？以你如今的罪名，你说的话还有人相信吗？不过我可以帮你给那个人最后一击。不过可惜啊，看你这样子，也不像是留什么后手的。谁说没有？这都是他们逼我的。我想帮我儿子报仇。没有刻字，是假的。贱人，你给我回来！贱人！李长喜，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时辰已到，行刑！太后，昨夜那些死士都撞死在牢里了。那些人即便不在冀州死，也会想方设法在别处死。把尸体留在冀州，处理干净。是。等等，姐姐，这是县令昨晚供出来的，或许跟叛贼有关，请太后过目。小箱子的锁很难打开，想必里面的东西更加重要。姐姐，县令现在已经被处死，你拿着他的遗物，难道是想给他翻供吗？喂，他远在冀州，却对长安的动向了如指掌。原来是有这些人帮忙，只不过他用朱大长做挡箭牌，这些信件都是县令府的痕迹。能拔掉他在长安府的一部分爪牙，也算不虚此行。没错。母后，难道姐姐和叛贼有勾结？不，如意，你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什么？立功？民女想要太后带民女和娘一起回长安。哀家准了。母后，长喜，你贵为公主，更是大唐未来的皇后，手中无刀剑，在后宫寸步难行。如意呈上来的这些信件，等于剔除了大唐一半的内患，这是大功。你回宫的第一把刀，就由他来做吧。可是，哀家不仅允你和你娘一同入宫，还特封你为嘉禾郡王。以后你要效忠大唐，更要忠于皇家。你可明白哀家的意思？太后这是恩威并施，警告我别再针对长喜。民女一定以身作则，不负太后提携，万事以黎民百姓和皇家为先。他倒是颇有几分先皇年轻时的气度。护送太后公主回宫。一个冀州就已牵扯众多官员，户籍被篡改也并非难事。若他能恢复清醒，也许真相才会大白。如意姑娘，我在长安有一位神医好友，到时可请他
看看你的娘亲。谢谢黄大哥。黄大哥？我听他们都这么叫你。他这耳朵真会挑着听啊。如意姑娘客气了，你身上还有旧伤，随你娘亲坐我这辆马车吧。谁也别想阻碍我的路。长喜，这是哀家以前住的寝宫，今后啊就住这儿吧。好，奴婢参见永安公主、嘉禾郡主。如意，以后长喜的日常起居你多费心了。是，你和你娘就住在这儿的偏殿吧。不行，这宫中规矩繁多，姐姐还要照顾傻姨，住在宫里恐怕不方便吧。谢公主体谅，臣愿意和娘留下来照顾公主。你长喜，今夜哀家还要为你置办回归宴，你连他们都容不下，以后怎能做将来的皇后呢？母后，儿臣只是觉得他们会住的不习惯。那既然姐姐愿意，那就让她住嘛。儿臣一定好好表现。母后，既然今夜是给儿臣办的回归宴，那不如让姐姐办吧。姐姐最擅长这个了。好，都依你。儿臣送母后。不知这次他又想玩什么花样。臣先回去准备回归宴了。谢谢姐姐。你们给本公主听好了，本公主是太后亲封，大唐唯一的长公主。你们要是乖乖听话，全家富贵；你们要是敢背叛，不光你们会死，还会牵连你们在宫外的亲人。奴婢明白。你出去。今夜的回归宴，本公主要你办一件事。如意是此次冀州捉捕叛党的功臣，故哀家亲封她为嘉禾郡主。见过各位大人。哀家身边人乃镇北侯之女，原名叶婉堂。哀家已封她为永安公主，并决定3日后为她举办封后大典。敢问太后，永安公主可有丰功伟绩啊？丞相是不满哀家的决定。老臣认为，一国之后，若无家族之称，再无半点功绩，恐怕难以服众啊。沾着镇北侯的光就想当皇后，这未免也太儿戏了。还不如嘉禾郡主，人家好歹是个功臣。太后，封后此事资大，若是皇帝也同意，不妨让太傅指点公主出师，再做打算如何呀？也罢，此事延后再议吧。今晚的宴会是嘉禾郡主操办的，大人们可要好好尝尝呀。母后，我的肚子也好痛，快去传太医。回太后，公主和大臣都已中毒了。中毒？难道是这菜有问题？怎么会呢？哀家为何什么事都没有？不对，哀家有一道菜没吃。太后当心！皇上，让奴才来验验这毒。姐姐，你这下的什么毒，连银针都测不出来。公主慎言。太后，臣以前就是卖豆腐的，怎么会在豆腐里下毒？那岂不是告诉别人我就是下毒的人吗？这个废物，下个毒都整不明白。可这宴会是姐姐一人操办的呀。如此说来，公主也是同伙了。这宴会可是公主让我办的。既然认为自己是清白的，就拿出证据来。这豆腐里面含有莲香粉，此物无毒，但是如果与豆腐同食的话，会因腹痛难忍晕厥过去。太后，臣已想出办法，找出真凶。什么办法？莲香粉味道极重，接触的人3日之内双手必有沾染，用醋浸泡冒出白沫的便是真凶。去拿醋。下一个，永安公主，该到你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保护如意！娘！
这位夫人伤势不重，但是她以前头部有过重伤，这一撞有可能会恢复神智，但也有可能会加重病情。晚唐，你太后饶命，都是奴婢的错。是你？奴婢就是看不惯郡主对公主的态度，这才一时冲动犯了大错。我和郡主在进宫前就是好姐妹，无论我们有什么矛盾，都轮不到你插手。姐姐，是我错怪你了，该道歉的不是我。一个傻子又听不懂人话。太后，公主浸泡过的醋水并无反应。如意，虽然晚唐错怪了，但此事与他无关。毕竟这宴会是由你操办的，你要负责。哀家念你是初犯，定你无功无过。太后明显是想大事化小，包庇李承禧。是，太后。把他拉下去，杖毙。公主救我呀！公主救我！皇上方才故意隐瞒身份，是还不相信常喜。幕后多虑了。你多次替如意说话，哀家看得出你对他有几分上心，但哀家还是要提醒皇上，后位只能是晚唐的。等你们二人以后有了太子，再纳如意为妃也不迟。母后所言极是。母后，后位只能是独孤晚唐的，但不一定是李承禧的。古玉峰现到何处了？回皇上，古神医差不多3日后到长安。看来万国朝会那天，便是揭开真相之时。公主现在是不装了是吧？你还看不清我在太后心中的地位吗？即使你封了郡主，立了功，她还是最疼我。李婶要是知道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她肯定很难过。你有什么资格谈我娘？若非收留你们2个废物，我娘怎么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卖菜会冻死啊？李婶的死我也很难过，可是我记得她明明就是没来得及吃药，是希而死，而我当时已经把药给你了。闭嘴，你个贱人！你的意思是说我把药弄丢了，让我娘早死了？我不想跟你争执这些。现在皇后和公主的地位都是我的，我有的是时间和你们2个慢慢玩。今天只是你侥幸逃脱，下次就没那么幸运。他已经无药可救了。如意，娘，你醒了。没想到，过去16年了。娘，你好了。臣妇拜见长公主。真是晦气！公主，奴婢见起风了，便擅作主张给您取了一件披风。本公主的金钗落在里面了，你去帮我取出来。公主的发簪一向是由红妹负责打理的，不知是落了哪一根啊？算了，我自己去。臣妇拜见长公主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是臣妇辜负了皇后的期望，没能照顾好你。皇后？您说的是太后？16年前，皇后被南王逼宫，无奈将你送给臣妇抚养，却没想到南王就派人追杀城外，臣妇的父亲当场被剑刺死。臣妇的脸和头也因为那一夜毁容了，浑浑噩噩16年，竟让公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，臣妇该死。您说的是，我是太后的亲生女儿。如今我们平安回宫，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拦您和皇后相认了。可是，我的玉佩和胎记已经没有用了。不，民妇还有一个信物，皇后看到便能知道，您才是她要找的人了。这傻子竟然装好了。公主，此事目前只有你我知道，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你想帮我？奴婢既然听到了，便无法脱身。与其被您灭口，不如和您一起谋个富贵前程。有什么办法？那傻子想必因为毁容，一直没被太后认出身份。只要逼他交出信物，然后杀了他，就能彻底阻断太后和郡主相认。你说的对，那我和皇上是……郡主，公主有急事找您，让您赶快过去。臣妇已经恢复神智，能照顾好自己，我会找太后说清一切的。娘，即使我不认这个亲，也不希望您出事。好，
郡主请。公主让您去前面，奴婢就不过去了。你是何人？您早之前把这御花园清扫干净，否则不准吃饭。明知道我是郡主，还敢造次？狗屁郡主，不过就是公主流落民间时的粗活丫鬟。你不过就是后宫主子养的一条狗，还敢对本郡主无礼，伶牙俐齿！下次用点高明的手段，你给我等着！紫嫣姑娘，老奴只是个刷公桶的，实在是唬不住她呀。黄大哥，你都看见了。看来你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任人欺负的如意了。我要真这么厉害的话，回归宴上也不至于出那么大的纰漏。换做从前，你定会追查那名嬷嬷是受何人指使。太后有意接过此事，我又何必自找没趣呢？如意姑娘，有一事我尚且不明。当初县令府的那些信，你是如何让县令交出来的？我撒了个谎而已，说他的夫人和儿子早就死，逼他和背后靠山结仇罢了。你心思聪颖，若你做了未来皇后，也许这大唐会有一番新景象。太后属意李长喜，我又何德何能？而且我和皇上没准还是亲兄妹，这种违背人伦的事，我可不敢做。如果是亲兄妹，太后为何还要封李长喜为后？还没到最后一步，谁也说不准。3日后万国朝会，想必他没有空来找你麻烦。这几日你能躲便躲躲吗？多谢黄大哥提醒，你帮我那么多次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。那不如以身相许啊。黄大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黄大哥，那个箱子你打开了吗？那锁和箱子的材质特殊，还未找到破解之法。朱大长把那些信和这个箱子放在一块儿，里面的东西肯定不一般。我当初要是动作再快一些…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如意，无需自责。我请的那位古神医会进宫来，他做事一向不讲究章法，可能会请你娘亲到府上进行治疗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多谢黄大哥。黄大哥人真好，不过以我如今的处境，可不能再连累别人了。不如以身相许啊。就当没听过吧，以后再找别的机会报答他。我就不信今天撬不开你的嘴。说话，这我到底在哪儿？我倒要看看这一盆盐水下去，你能忍到几时？公主，郡主回来了。他们2个果然有奸情，你去告诉他，这傻子已经被接出宫治疗了。是。如意，千万不要上当啊！王爷，宫里送来的密函。难怪本王那时觉得眼熟，原来那个傻子就是镇北侯夫人夏霜。什么？那个如意居然才是真公主？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回长安，3日之后，万国朝会，宫门大开，到时你秘密潜入宫中，接应紫嫣，他会想办法把夏霜送出来。是，那紫嫣可是王爷特意送去倭国特训过的一颗暗棋。看来倭国这步棋也该走一走了。怎么好像听到了我娘的声音？娘，是你吗？郡主，郡主，起开！郡主，公主才睡下，方才她很生气，说要和太后一起准备3日后的万国朝会，请您这几日先别去找她。王大哥说的果然没错，万国朝会
他没空找我的麻烦。方才是我唐突了。喂，对了，郡主，刚刚有一位声称是古神医府上的小厮，说来接夫人看病的，需要我派人去阻拦吗？这么快，你又没有反抗，难道是另有打算？你说要让他知道你就死在他身边，他会不会惭愧的自杀呀？识趣的话就给我安静点，今天本公主就陪你慢慢玩。本宫的耐心已经被你磨没了，管他什么信我不信我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一切不都结束了？公主，臣服食言了，等臣死了，以你的聪明，定会发现信物其实是你儿时把玩之物，也是大唐的另一半护肤。这是臣服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公主，朝会快开始了，太后催你去见各国使臣皇子，把他给我看好了，等我回来亲手处死他。是。夏夫人，别来无恙啊！南王，那个宫女是南王的人。夏夫人这几日被那个冒牌货折磨，都未曾开口。你这种毅力，让本王也敬佩3分呢。你信不信？本王今日就能让你主动开口，当面指认公主和太后的关系。王爷，他们来了。带夏夫人下去歇着吧。南王，你是本皇子见过最有勇气的大唐人，造反如此重要之事，竟然敢在此商议。孤何时说过要造反呢？孤只是想维护我独孤家族的血脉。是本皇子用词不当。哼，今夜南王可都部署好了，万事俱备，只等皇子送上这东风了。此药无毒无味，皇子服下后，即刻就会有假死、中毒之象。到那时，我倭国便可逼迫大唐为了息事宁人，答应割地赔偿，而南王你就能以皇帝昏庸、背皇室血脉2重重罪，彻底推翻帝位。本皇子就以茶代酒，先恭贺南王能顺利登基。王爷，这些倭国人最擅长吃里扒外，这些年合作反而被讹了很多银子，还屡次失手。万一这次再把事情搞砸，反而会被太后和皇上策反。只要是能帮助孤完成大业者，那就是一枚好棋。更何况这个倭国的皇子今夜必死。您给他们的是真毒药？哼，只要皇子死了，倭国只能依照计划和大唐翻脸，索要封地赔偿。皇上若不答应，便无法平息倭国皇子中毒之事。若是答应，就会被百官质疑治国手段，受万民唾弃。王爷，您这一招真妙。如今筹码都在孤手里，这一局孤看你们怎么破。这就是万国朝会，大唐盛世吗？可这些人中，竟连一个女子都没有。她就是大唐新封的永安公主，身边都没个人伺候，是个瞎人吧？等今夜计划顺利，本皇子要她和那个公主都来做暖床婢女。倭国人居然也敢来！倭国和大唐前年打过仗，这个时候来，怕是别有用心啊！这些畜生，明明签署了条约，却在边境搞偷袭，还堂而皇之地说是他们手下出了逆贼，让我们大唐莫要计较。这笔账还没和他们清算呢，竟然还有脸来参加朝会！太后永安公主入殿。臣等拜见太后。众卿平身，落座吧。谢太后。嘉禾郡主曾为我大唐争光，还不快赐座
谢太后。郡主曾在冀州助大唐清除叛贼，臣敬郡主一杯。大人谬赞了。贱人，敢抢我的风头！等今夜我杀了那傻子，你永远别想和太后相认。殿下，南王说过，她才是大唐的真公主。是她？母后，自从回宫，儿臣就一直没有见到皇上。皇上是不喜欢儿臣吗？其实你们呀，早就见过啦。如此重要的场合，为何不见大唐皇帝？皇上批阅一夜奏折，也许正在小憩。哀家已派人去话，诸位远道而来，不妨先尝尝大唐御膳房的特制佳肴。皇帝统治天下辛苦操劳，我等也不在乎这一时半刻。殿下，现在正是吃药的好时。不急，本皇子忽然想到一个能为我倭国再夺几座城池的妙计。太后，我听闻大唐素有美食第一大国之名，可这御膳房所做还不及我倭国3分精致。称号是天下百姓推选出来的，尔等弹丸小国也配对我大唐评头论足？万国朝会本就是相互交流，难不成因为本皇子的一句质疑，贵国就要杀了本皇子，彰显威严吗？你仁亲皇子对哪一道不满意？哀家准你提出来。都不满意。哼，太后，不怪我们皇子挑剔，你们这菜刀工粗糙，深不美观，着实让人难以下咽。正好，本皇子也带来了御厨。若你们大唐有人能比得过的，本皇子可以道歉；若是比不过，就要向我倭国献上10座城池。诸位，敢比吗？太后，他这分明是故意挑衅我大唐国威啊！仁亲皇子只是想要2国御厨，比试厨艺，何来挑衅？城池乃国家重地，岂能儿戏，拿来当作赌注？好啊，如果你们大唐愿意放弃这第一美食大国之名，本皇子可以取消比赛。仁亲皇子若想和大唐美食一较高下，哀家便满足你。这是一道什么菜？竟然要用冰块来盛装！自古以来，唯有野兽才是生肉。这些倭国人做的菜，连香味都没有，也敢拿来和大唐比赛？这菜名为刺身，这里的每片肉薄厚，相差不到半毫。若你们大唐御厨蒙着眼睛也能做到，就算本皇子输了，可有人应战？事关我大唐颜面，你们身为顶级御厨，居然畏首畏尾！大人，不是我们不敢，而是我们没有把握。这蒙着眼睛，我们怎么切东西啊？而且这也不是比赛做菜，万一失手了，这赌注我们担当不起啊！看来大唐无人敢应战。那这10座城池，我来。美人，这可是要蒙上眼睛的，小心切坏了你的芊芊玉手。比赛开始。他是倭国死士，他们这次来参加朝会，恐怕是别有目的。这一局绝不能输。他能不能行啊？你看这豆腐渣都粘在刀上了。闭嘴！你个老匹夫，别说那些助长他人气焰、灭自己人威风的话。比赛结束。这豆腐切的竟然好似花朵般绽放。做得好！这刀工他何时学的？这下可要打他们倭国人的脸了！都要给我！仁亲皇子，这局是你们输了。非也，这菜讲究色香味，当然是要在品尝之后才能够分辨。这第一口，本皇子就不客气了。方才你们怎么不说，还要品尝味道？大唐作为美食大国，难道不知道做菜要品尝味道？无耻之辈！王大人，稍安勿躁。就他们那几块生肉的味道，能好到哪里去？殿下，殿下，去传太医。
殿下，你演得太好了，连老臣都相信了。殿下，殿下断气了！你竟然敢谋杀我们殿下！我没有。你没有，那就是你们大唐谋杀我们殿下。3日前，姐姐筹备回归宴，大人们接连中毒。今日万国朝会，居然中毒的是倭国皇子。姐姐到底在豆腐里放了什么？还不快拿出解药来！太后，臣没有下毒。2次宴会都有人中毒，难道是嘉禾郡主无心之失，还是说早有图谋？皇上驾到！他居然就是皇上！臣等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放心，我会为你做主的。幕后，这位便是古玉峰神医，要不请他来看看仁亲皇子是否中毒。古神医医术高超，据说能起死人而肉白骨。有他在，这位皇子是真中毒，还是有人想要借故污蔑大唐？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。快去让他给仁亲皇子看看。为何没看见我娘呢？回皇上太后，皇子中的是丹毒，无药可解，已经救不活了。什么大唐神医，连南王给的假死药都看不出来。我国皇子在贵国不幸遇害，贵国必须付出代价。我仁亲皇子深受天皇器重，如今神损大唐，我们倭国要求大唐割让一半领土作为赔偿，还有一举处死这个女人，告为皇子在天之灵，欺人太甚。领土乃江山社稷之基，岂能轻易割让？那你们能让皇子活过来吗？姐姐，你想要2国交战吗？还不快拿出解药！公主殿下，丹毒千金难寻一粒，上次毒药出现还是在10年前，被一神秘人从黑市买走，如今连在下也找寻不到这药的下落了。他这哪里是找凶手，分明是趁机讹我大唐。哼！皇上，我大唐岂能被倭贼左右？区区弹丸小国，只要皇上一声令下，末将愿亲率大军踏平倭国。我大唐领土自是1寸都不可能割让，究竟这毒是谁所下，朕定会查清楚。你是打算和我们倭国兵戎相见？叶夫人，再不交出另一半虎符，恐怕不只是公主，连皇上都要被群起而攻之了。我给你，可你怎么才能救得了他们？尔等慎言！娘，那傻子怎么会和南王一起来？皇上，以本王之见，应该立即处决嘉禾郡主，先平息倭国怒火，而后再谈条件。我说使臣大人，本王的意见对吗？王子因他而死，如果他能以命相抵，那足以表率大唐诚意。那皇上还犹豫什么？难不成要为了一个女人而再起战事吧？若继续包庇嘉禾郡主，这让其他国家怎么看我们？叶夫人，交出虎符，我才能帮忙啊。母后，如果皇上舍不得姐姐，儿臣愿意代为赴死。婉唐，此事与你有何干系？不要胡说。我虽然不像姐姐那样身负功绩，但如果此举可以捍卫大唐声誉的话，儿臣即使死也无憾了。永安公主不愧为忠臣之后，竟有如此担当。如意有谋害倭国皇子之嫌，破坏万国朝会之罪，赐毒药。谁敢？皇上，本王知你与嘉禾郡主情深意重，可也不能如此昏庸治国。皇叔你……皇上，既然是因我起，那就由我来做个了断吧。您已经帮我很多次了，我不能让您再背负昏君之名。太后，臣今日自我了断，却无愧于大唐。只希望今后我娘能远离皇宫，平安度过一生。哀家准了。娘，女儿不孝，让您受太多苦，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为自己活一次。南王，你说帮我的，本王有说过吗？不要！皇后，你不能杀他！
他是晚唐啊，他才是你要找的人啊！你叫哀家什么？母后，一定是傻姨，她太过担忧姐姐，一时胡言乱语了。母后，王爷，他敢骗你！你怎么抢孩子玩具啊？皇后，臣父下霜，痴傻这16年没能照顾好公主，求太后赐罪啊！这胡佛里可有晚唐的名字，叶夫人，真的是你！快起来！太后为何如此激动？原来嘉禾郡主才是镇北侯之女，不过正因为她是忠臣之后，才更应该担负起维护大唐的声誉。南王说的有理。不，公主乃先皇唯一血脉，怎能为此事赴死？大胆，竟敢污蔑太后！如果她是先皇血脉，那你置当今皇上于何地？来人，把这满嘴妖言的祸妇拿下！住手！镇北侯夫人当众羞辱于你，你竟然还如此袒护于她？莫非你早知道自己并非真龙天子？万国面前休要胡说！正因为是万国朝会，皇室皆在，本王才要说出真相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这怎么会这样啊？此事你可有证据？只要皇上敢与镇北侯夫人滴血认亲，证明本王是胡编乱造，那本王任凭处置。皇上为何要和镇北侯夫人滴血认亲？难道……不错，因为皇上并非先帝血脉，而是已故镇北侯叶昌之子。什么？除了此法，你还可以亲手杀了镇北侯夫人，以表明你与他并无干系。我想不用本王多言了吧，因为皇上根本不敢背上杀母之名。太后，你欺瞒文武百官，天下百姓，敢问可还有脸面对先皇？哀家所做一切，无非是为了稳固江山社稷。恐怕是你想霸占皇权吧？王爷，想不到这倭国人还有点本事，居然能把如意也卷进来，计划比我们预料的更加顺利。恭喜王爷如愿以偿。若非太后从中作梗，这皇位本该南王顺位继承。是啊，我大唐江山岂能被一个外人霸占？不错，林雪德不配位，应按照我朝律例废了太后之位。皇上非先皇血脉，也应退位让贤。废后，废后，退位！既然各位大臣和皇叔认我这个大唐长公主，那么请问这件事，本宫可有权说话？不，这本该是属于我的位子，就差一步我就成功了。如意，你为什么非要和我抢？公主乃先皇唯一血脉，自然有。回宫前，本宫也只是一介平民，但却最清楚，皇上下达的每道指令，对百姓而言是福还是祸，而你们却因血脉一事来质疑皇上，到底是为了黎民百姓着想，还是为了一己私利呢？无数将士们建立了大唐盛世，如今却因为一点蝇头小利被推翻。我若是死去的将士，定会后悔为保护尔等而豁出去性命。皇侄女，她只是你母后为了霸占我独孤家打下天下的一枚棋子，她也是想利用坐稳皇位，你可不要被她的花言巧语所蒙骗。皇叔，本宫不为公道说话，难道为你这个勾结倭国、残害忠良的逆臣说话吗？把大唐江山交给你，那不就等于被倭贼分食殆尽吗？公主空口无凭，莫要诬陷我家王爷。倭国死士手腕上都有蛇头的印记，刚才跟本宫比赛的根本就不是御厨，他手腕上也有蛇图腾的印记。倭国此次带死士入长安，可见居心。这些蠢货竟敢私自带死士进宫！你们也没有说，这女人知道的这么多。进去！倭国找来死士比赛，不仅想要分走一半封地，还跟南王走得如此之近，定然有鬼。传紫嫣入殿。走。都怪你们倭国人愚蠢，非要刻什么印记，这下被抓到把柄了吧？
能印上这个印记，是天皇赐予的福气。16年前杀害臣父和长公主的那伙人手上也有蛇图腾的印记。看来皇叔和倭贼已经勾结多年。王爷，你身为大唐亲王，竟然勾结倭贼！可我们大唐开国皇帝是独孤家血脉，皇上异姓登基，这和造反有何区别？对，南王固然该死，可现在皇上才最该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若朕愿意禅位给长公主呢？开什么玩笑！竟然让一个女人坐拥江山！按大唐律例，后宫一律不许干政。自古以来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这都是老祖宗默认的规矩。如要破例，这全天下就要唾弃大唐。皇上，若你做了大唐皇上，朕愿意把黑甲卫给你。朕也只相信你。黑甲卫可以抵挡千军万马，这皇上也真敢拿出来。皇上，我方才想到了破解那小箱子的方法。你看，这就是你一心呵护的男人，居然想利用你来掩盖他跟太后犯罪的罪行。若本宫要登基，皇叔又会怎么做呢？我竟然在公主身上看到了先帝的龙威。长公主，一旦你称帝，这一生都将会有人烦你，你可考虑清楚了？那你们是想要一个勾结倭国的叛贼来继承大唐江山，还是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先呢？若无政务，南王是否叛国，岂是几个小喽啰能够决定的？小箱子的锁很难打开，想必里面的东西更加重要。无道。箱子上有个反字，也许这反不是谋反的反，而是两条蛇交缠的方向。不可能，他们哪来的证物？南王叛国证据确凿，本宫是先皇唯一血脉，是当今最有资格坐上龙椅的人，可有人反对否？王爷，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直接反了。南王此次人请皇子前来，还带了一批忍者大军，实力远超4十。只要你配合，今夜彻底颠覆大唐，这些人到那时一定听你的。没错，王爷，他们绝不会允许被一个女人踩在头上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那就打！保护太后皇上！快！今夜朕背后夫人勾结倭人，带兵潜入长安偷袭，本王是被迫带兵防卫，未能救出太后与公主。属下赶到时，竟听见皇上和朕背后夫人相认，承认并非皇室血脉，他们还想杀了您灭口。还好属下赶到及时，救了你。从今晚继续杀了大唐江公主，她和大唐皇帝一样危险。母后救命啊！母后，你冒充晚唐，联合贾元宝和朱大成玷污他的清白，陷害哀家，处死晚唐啊！可我的身份都是经你确认的呀，你老眼昏花，认不清自己的女儿。你既然不再认我这就送你们母女相认。母后，母后，我唐，当年哀家若是留下你，也不会有今天这一遭。您是为江山社稷着想，若换做是我，亦会如此。好，不愧是大唐的公主。大唐的天要变了，你带着他们从后门离开，一切皆由哀家而起，就让哀家来断后吧。母后，这局棋才刚刚开始。末将救驾来迟，拿下叛贼！黑衣倭人不善近战，弟兄们，随本将一同杀倭人，耀我大唐！杀！慢着，本王这儿也有另一半虎符，我才是要继承皇位的天子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我是大唐士兵，不听叛国贼的命令。杀倭人，耀我大唐！
鼠辈倭寇，也配犯我大唐？啊！哇！我西域愿助大唐清剿叛贼，我等也愿助大唐清剿叛贼。皇上，这些都是你安排的。臣待公主掌管这江山多年，自然要将她完好无损的还给公主。你虽然已决定要退位，但哀家还是希望你能和婉唐成亲。南王，情况有变，快把解药给我。待乐清皇子回去之后，必将情况汇报给前王，到时再派远近诸女。蠢货，你们皇子早就死透了。什么？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我可是先皇的亲弟弟！你们这是蔑视先帝！一个勾结倭国的叛国贼，还配称大唐亲王？你这是弑杀叔父！你能背得起这罪名吗？皇叔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兵败吗？为何？因为你蠢。你的罪证早就被你的棋子朱大长所拿捏，你却浑然不知，或者说，你或许知道，但是你却以为胜券在握，而这些倭人更蠢，知小理而无大义，蛰伏了这么多年，也只是培养出了一群不怕死的死士。而我大唐的将士，天生铁骨铮铮，流血不流泪，就算是我大唐的3岁小儿，骨子里也拥有传承1000年的家国情怀。就凭这一点，倭国便永远也赢不了大唐。说得好，公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我们也是被南王蒙骗，南王还杀了我们人亲皇子。我们倭国并非有意跟大唐作对的。当年你们撕毁盟约，也是这般说辞。末将愿代官出征，不灭倭国，永不回长安。张公主，你才是平息这场政变的最大功臣。我听你的。公主乃是真龙之女，虽为女儿身，但其剿灭叛贼有勇有谋，其气势和头脑丝毫不输于男儿。这女皇登基，实乃天意所归呀！我大唐包罗万象，才有了今日的太平盛世。女子不得干政的偏见也早该废除了。但太后，你混淆先皇血脉，理应受罚。老臣认为，陛下登基后，太后不得再干涉前朝之事。臣附议。哀家答应，今后绝不干政。皇上，众望所归，我已不是皇上，你才是先帝唯一的血脉，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得的。南王勾结倭国造反，按我朝律法，应上交虎符，削去爵位，处以凌迟之刑，即刻关入大牢，明日午时行刑。其他勾结南王一党，全部抄家灭族，16岁以上连坐，处以绞刑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魏将军听令。末将在。朕命你7日之后率兵出征，灭倭国，缴获全部财产，依照每年进贡份额分发给各部，其他全部充军。末将领旨。走。女皇，李长喜晕倒了，该如何处置？既然没醒，那就杀了吧。姐姐饶命！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。你跟着别人算计朕的时候，冒充朕身份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我们是好姐妹？母后，你不是最喜欢民女了吗？要不你让我当什么郡主，或者把我送回冀州？母后，我从小就没了娘，是真的把你当亲娘了。母后，我不是故意伤害你和姐姐的。哀家没你这种狠毒的女儿。来人，把她拉去水牢受刑。水牢？那可是生不如死。母后救命！母后，贱人，为什么你当皇上？这位置明明是我的，明明是我的，我的，明明是我的。疯狂！
居然是凤凰，此乃吉兆，我大唐又将迎来一番新的太平盛世啊！登基大典开始。女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女皇陛下。从今以后，我叶北辰就是女帝一人之下的臣子了。这位置本来就应该是你的，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这万国来朝的盛世。臣只是替女帝代管江山罢了，在臣心里，长公主永远在上。臣今后愿退居后宫，专心为大唐夺天皇嗣。你若能生，自己多生几个。此事恐怕需要女帝全力配合，靠臣一人，怕是无能为力呀。